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长期的语言攻击算是语言暴力吗？北大法律系女高材生长期被男友精神虐待，认为自己是垃圾，最终被逼自杀。究竟是怎样的折磨摧毁了这个优秀女孩的内心呢？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北大暴力案。2019年12月，北京警方接到报案，报案人说自己的女儿于10月9日服药自杀，如今已确认脑死亡。最近他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，怀疑女儿不是简单的自杀，而是被男友逼死的。接着这位母亲拿出了一些截图，里面是女儿和男友的聊天记录，简单看了几句，警方就被惊出一身冷汗。在截图里，我是主人，你是狗，你不是第一次，不纯洁，跟我分手就要去死等话语，怎么看也不像正常情侣之间的聊天，这里一定有问题。因此警方立即展开调查。死者名叫包丽的广东人，生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大三学生，他家庭比较富裕，而且长相甜美，品学兼优，是父母的骄傲。2016年考入北大后，包丽加入了学生会，并在大二时参加了换届选举，当选为文艺部部长。目前看来，包丽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但紧接着他认识了一个叫穆林汉的人，从这开始他遭受了人生长达1年的折磨，最终自杀。穆林汉比包丽大一届，山东人，据说父亲是某银行的行长。穆林汉就读于政府管理学院，拿过3好学生。在包丽参加的那次学生会竞选中，穆林汉被任命为体育部部长，两人从此相识，渐渐互生好感。随后在2018年8月确立了恋爱关系。一开始他们像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，每天聊些日常，偶尔展望未来。可能是聊得太过于顺畅，两人的感情升温迅速，1个月后就同居了。但没过多久，穆林汉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。聊天记录显示，2019年1月，两人一起去广东和山东见了双方家长。回到学校后，穆林汉突然计较起包丽和前男友发生过关系，已经不是第一次的问题，言辞激烈而且没完没了。在聊天中，穆林汉反复指责包丽不自爱，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别人，让自己变成了可怜的接盘侠，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。一开始，包丽虽然没有被这些恶心的言论迷惑，但没有直接骂回去或分手。基于素质和爱情，他选择跟穆林汉讲道理，说最美好的东西其实是未来，两人共同努力过上好日子，这不比第一次重要的多吗？但不管包丽怎么解释，穆林汉就是死抓着这点不放。在聊天中极力侮辱包丽，拼命向他灌输失去第一次就是下贱的思想。其实现在看来，穆林汉根本不是计较第一次的问题，他只是想用这个办法摧毁包丽的思想和人格，然后像寄居蟹一样潜入对方的大脑，让优秀的女孩变成对他言听计从的奴仆，从而满足他那变态的欲望。虽然包丽那时还没有看清穆林汉的本质，但在纠缠中，穆林汉变本加厉，用词越来越过分，除了脏话，还有一系列过分的话语。看到这些，包丽意识到男友在这件事上是说不通的，于是就打算和他分手。眼看要玩脱了，穆林汉立刻服软，以退为进，先留住人再说。据包丽的朋友回忆，那段时间穆林汉像疯了一样，只要包丽不理他，他就不停地打电话，直到包丽回复为止。聊天时也是不断恳求包丽不要分手，表示想和他有个未来，甚至以自杀威胁包丽继续交往。他伪造了一张医院的治疗单，骗包丽说自己试图吃药自杀，被送去医院洗胃了。在穆林汉的攻势下，包丽一时心软，打消了分手的念头。而包丽的妥协恰恰是穆林汉精神控制的第一阶段胜利。接下来他要进一步给女友洗脑和好。没几天他旧事重提，再次就第一次的问题辱骂包丽。但跟之前不同的是，他不像探讨问题一样跟包丽分析第一次的必要性，然后哀怨的卖惨，而是像批斗一样强硬的逼问包丽和前男友的相处过程，并抓住每个细节来侮辱包丽。渐渐的，包丽被洗脑了，开始认同穆林汉的观点，认为自己是垃圾，毫无价值，只配做男友的一条狗，并听话的把穆林汉的备注改成主人。除了话术，穆林汉还用多种手段控制包丽，确保她无法离开自己。他先是拍了包丽的裸照和私密视频，威胁她不许分手，后来还让包丽去纹身并全程录像，内容是我是穆林汉的狗。他认为带着这样耻辱的记号，包丽一定会从生到心，永远的属于自己。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思想入侵，原本的价值观和男友的言论与持续冲突，导致包丽每天都痛苦不堪，屡次濒临崩溃。
每到这时，穆林汉就会难得的说上几句软话，还叫包丽妈妈来获取他的怜悯。就这样，包丽又痛苦地撑了一段时间。终于在2019年6月，被折磨了将近1年的包丽突然清醒，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想要分手。穆林汉说要自杀也拦不住。看这招没用，穆林汉想出了更变态的办法。他说分手可以，但你要先为我怀孕，然后再打掉，把病历单送给我作为补偿。虽然觉得这样对孩子很残忍，但是为了能分手，包丽还是同意了。可是穆林汉的目的就是不分手，包丽的退让只会让他得寸进尺。打胎拦不住包丽分手，穆林汉马上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，让包丽去做一个永久绝育的手术，就是切除输卵管，然后把病历单和输卵管一起带给他，留作纪念。最终包丽还是同意了，但穆林汉毕竟不是真的想要那些东西。看他铁了心要分手，穆林汉改变策略，又开始卖惨。他先假装同意分手，但紧接着就叫包丽妈妈，还可怜巴巴地说希望包丽下辈子还来找他。在渲染中，包丽最终还是没能和穆林汉分手，她继续生活在男友的羞辱中，时不时还会挨打。此时包丽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，她觉得在现实中自己是无法摆脱这个恶魔了。然后她想起来自己之前被穆林汉逼着承诺过分手就要去死，因此包丽开始尝试自杀。她在6月和8月分别动手，但都没成功。2019年10月9日下午，再次受到了辱骂的包丽独自来到了某旅馆，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：我命由天不由我。随后服药自杀。与包丽失去联系后，穆林汉一直在寻找她，甚至问到了她母亲那里。直到晚上10点，穆林汉才找到包丽，并将她送往医院抢救。随后得知消息的辅导员通知了包丽的妈妈。当他赶到医院时，穆林汉已经提前溜了，之后也从未联系过他。但保姆当时顾不上质问穆林汉，他只关注女儿的治疗结果。可惜1个月后，包丽治疗失败，被宣布脑死亡。事到如今，悲痛的保姆只能去整理女儿的遗物，随后发现了那些恐怖的聊天记录，立刻报警。12月12日，南方周末发布报道，不寒而栗的爱情，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瞬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。一些北大的同学将文章发给穆林汉询问情况，可得到的回复是我看到了，所以呢，言语间仿佛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一般。2020年4月11日，包丽在医院去世。6月9日，穆林汉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，罪名是虐待致人死亡。7月6日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以虐待罪判处穆林汉判有期徒刑3年零2个月，并赔偿保姆各项经济损失，共计人民币73万元。但由于他之前已经支付过20万医药费，因此经过扣除，他只需再赔53万即可。对于这个结果，保姆表示不服。他说自案发以来，穆林汉从未道歉，毫无悔过之心，因此他认为法院量刑过轻，赔偿也太少，准备上诉。但另一边，穆林汉反而认为自己罪不至此，也要提出上诉。2023年7月10日及17日，法院再次开庭，双方的上诉都被驳回，维持原判。至此，震惊社会的北大暴力案全部结案。而网络中这种问题更是多不胜数，网暴也是如此。无论何时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然下次案件就会发生在你身边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北大语言暴力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